他是中國近代史上爭議極大的人物，在那個特殊而混亂的年代，他從一個寂寂無名的軍校生，一步步成長為華夏大地的最高統治者，着實有着許多的過人之處。當然，相較毛主席，蔣介石還是略遜於他。暮年的蔣介石似乎也認識到自己和主席之間的差距，為了了卻自己未了的心願，他特意發電報給毛主席。蔣校長最後的心願究竟是什麼？毛主席又是如何應對的呢？1975年春節退守台灣的蔣校長身體狀況已經極其的糟糕，但是病勢沉重的他依舊在籌謀着一件大事。臨終之前，他給毛主席發了一封電報，邀請主席訪問台灣。看到這裡，您可能會問了，毛主席和蔣校長可以說是命中注定的宿友，校長為何会突發奇想邀請主席來訪問台灣呢？這一切還得從1958年的炮擊金門說起。為了完成反攻大陸的夢想，校長命令驻守金門的國軍對福建沿海發起袭擊。主席當即決定反擊，對金門採取了軍事行動。此時的美國人希望台灣當局能夠放棄金门、馬祖等靠近大陸的島嶼，守好台灣和澎湖列島。他們甚至暗中鼓動新西蘭向聯合國安理会提出了所謂的停火行动。种種做法無非是要將國共之爭的中國內政問題升級為國際問題，從而達到制造兩個中國。蔣校長对美國人的小心思心知肚明，他清醒地認識自己的目標是收復大陸，而不是制造分裂。面對咄咄逼人的美國人，校長頂着巨大的壓力公開表示中國只有一個。得知校長的言論，毛主席很高興，他認為民族大義面前其他的都是小事。為此，主席親自起草了告台灣同胞書，文中明確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，國民黨和共產黨可以舉行談判，和平解決問題。不久以後，主席甚至承諾我軍逢雙日不開火，以便金門普及物資。一番運作下，炮擊金門的軍事行动俨然成為了國共兩黨的隔海合作，只為支持一個中國的立场。主席有意的放水行為讓校長鬆了一口氣，也為國共的再次合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礎，這才有了後續的故事。我們重歸正題，主席得知校長邀請自己訪台的消息後十分高興，可是糟糕的身體狀況卻不允許他親自到台灣走一走看一看。為此，老人家決定由麾下一员大将替自己完成這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。那麼被主席委以重任的人究竟是誰呢？礙於時間的關係本期視頻分為上下兩集。如果您也想知道最終答案，點擊我的頭像進入到主頁查看下集。